大家来到拜托 ATM。大家好，我是未来银行行长胡瓜，我是乡里 Sandra。在未来银行里面有很多现金，各位用智慧来提款，已经领走蛮多的啦。对的。今天主轴是律师的英雄会。哎呀，律师。首先介绍是洛毅，欢迎你。Hello， 大家好，我是法律白话文运动的洛毅。是白话文运动社群总监哦。是啊，他们很厉害，他们用那种很轻松的方法，让大家搞懂很困难的法律。因为法律都是条文嘛，一般人就好像看基金一样，说明书是看不懂的。对，真的看不懂。对，所以你才提供白话文。对，所以我才想办法让大家可以更加了解一点。那来上课的学生是律师吗？还是一般？没有，上我的课是要考律师的人。哦。所以我在补习班教授就是宪法这一科这样。宪法。对。是的。来，接下来介绍是我们的杨贵智，你好。贵智也是律师，然后你跟洛毅之间的有一层关系，对吧？对，他是我学弟，我们一起经营刚刚讲的法律白话文。一起经营。他是我指导律师，然后我又带他，因为我们一起工作久了，后来他考上，然后实习也结束了。因为老大是你哦。对。你们有开节目对不对？有。开一个 podcast 节目，叫什么名字啊？叫法客电台。什么？法客电台。你说 F 那个什么 K 吗？我们是法律白话文那个法客。对。我们法白的客人，法白的客人，因为我做专访，做专访。但是现在开 podcast 很多，但是能得奖的没有几个。你们还得奖对吧？讲出来吓吓大家。我们得过卓越新闻奖。感谢前辈，感谢前辈。是哦，真的太厉害了嘞！好，接下来介绍第三位是苏明渊，你好。渊哥好。苏明渊来头也是还有斜杠呢。超斜杠的，我刚刚讲说，今天都是律师嘛，但是他得过金曲奖哎，为什么啊？天哪，我们连边都没沾过了。金曲奖还得过奖哎，最佳台语男歌手。今年又入围喽。反应的歌完了，真的太好了。好，接下来介绍的是我们的沈静佳。沈静佳你好，光哥好，你好，对，我是沈静佳律师。说什么来头？说吓死大家来。我是那个美国波士顿大学的法学硕士，然后本身也有拿到这个国际反洗钱是一定要把反一定要写进去，拿到洗钱，洗钱证照，哪里得到这个证照？洗钱证照报喜啊！对，那只有赌场才可以啊。反洗钱。那要怎么样反洗钱？因为台湾其实大家都知道，台湾是一个诈骗集团很多的地方，对，诈骗案件很多。那他们诈骗出来的钱，其实怎么弄出去的？后端就是要透过一些洗钱的手法，才能够把钱就放到自己的口袋里面。对，那我们反洗钱师的目的就是能够抓到，这些小技巧，能够再反制回去。那你应该替国家单位做事啊，不会私人的啊。因为这个只是一个证照，它只是一个类似入门。其实你如果说要再更进阶的话，还要再经过再更进阶的培训。那最后确实也有很多前辈他是进入调查局的那个反洗钱的办公室。黄丽，你好，你好。今天来上这个节目还特别看黄丽来了，对，有查过，良辰吉时啊，是个好日子。那把他在大纲前面大这4个男生都讲，留下你好好讲讲你的经历。是，那我现在在文化大学担任讲师。那比较特别的是，我的学生呢是房客跟房东。那通常我每次问大家说，你们是房客的举手或房东的举手，通常啦。房东比较多你学生房东多，很难。对，我一开始也以为应该是房客嘛，结果都是房东。因为大家家里有钱，但是没有法律常识，所以签约了，但从来没有看过那一本到底长什么样子。你就跟房客签的那个会合约。对，他们其实都没有仔细看，就是写第1页跟最后1页。一般都不是房客吃亏，不是吗？对，因为我们那个讲座也要收费啊，可能房东很愿意花钱来上这种课。对，或者是他们刚好遇到纷争，遇到纷争了就赶快来报名，想说来恶补一下。对，那我们就会教他怎么看契约，跟他讲说，你如果要终止，要注意哪些事情，这样子的。来介绍2位专家，首先介绍是美女新闻主播林佩杰主播。我好，大家好，我是佩杰。现任家医科医师阙壮礼医师好。医师好，我是阙医师。是好，接下来进行第1回合存款争夺赛。首先，我们请乡里讲解这回合的规则。这一回合呢，银行金库准备了5万元，要怎么累积存款
抢答以后轮流作答，每一个答案代表2000块，然后5万要抢完为止哦，大家加油！这题由林佩杰主播来举圈或叉，请抢答才能答了。来，请出题。想去咨询法律相关的问题，可是却没有经验吗？根据美国的网站分享，民众去法律事务所咨询的时候，最常见的10大问题有哪些呢？请抢答。洛伊，好，通常当事人可能会问说：“我需要去开庭吗？”来，请加2000。有一些那个客户会问啊，就是说我找你嘛，因为有些事务所律师很多，然后会特别问说，这案件会不会接了之后很多团队来帮忙？然后这就其实就暗示说会不会就是找你，你都给下面的来办啊？了解，我就是想找你。对，结果你就给很多都想要指定这个资深的啊、有名的啊，那资深有名的不可能那么多。我懂你的规矩，对或错？有。好，请加2000。那接下来苏明，律师，您如何收费？啊，钱呐，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当事人去，就问他律师你怎么收费？他说5000块问3个问题，但是你已经用掉1个问题了。请问厕所在哪里？第2个问题了。好，来对或错？有，请加2000。沈静佳，要准备什么样的文件给你看？来，请加2000。黄丽。他问说：“律师，你有办过这一方面案件类型的案件吗？医血跳没跳啦？对，比如医疗案件啊，或者就是纠纷、经纪约纠纷。你有成功过吗？这样的问题。对，这个时候一定要说有。来，对我说。有的擅长的类型啊，等等，有没有经验这样子？是。医生有开过刀吗？这是我第1刀了。我谁跟你讲啊？来，请加2000。洛伊。好，我们之前有当事人有问过，就是他问说这个诉讼，他就问说要打多久？有。来，请加2000。有一些会问说这种案件他可能要用什么程序啦？是要刑事还是民事？会不会坐牢这种？有的。来，加2000。杜明渊，我多久内要提起诉讼？没有，刚才有讲过类似的了啊。刚才有讲过类似的，跟时间一样，对，诉讼打就是要拖多久啊，或者是什么？对，时间你规则同一种。OK， 很静佳。静佳。哇，我很常被问说，胜率多少？几趴？他真的算给他。对，会赢吗？31%对69，怎么算出来的？电脑算出来的。来，对或错？来，请加2000。黄丽。律师，我要请求多少金额？要赔偿多少？对我如果想要提起一个侵害配偶权，我要怎么设定我的起诉的金额？来对或错？关心的来，请加2000。洛伊，可能他通常会问说，律师，我这样案件法官会怎么判？应该不是哈，应该跟会赢吗？差不多。对，跟会不会赢是一样的啦。对，剩最后一个了。最后一个了。他可能会问说，有些当事人他可能会问说。这个还是要不要和解算？因为有一些案件可能会有成本考量的问题。要不要和解算了？对或错？不对，来，请打叉。剩2位，沈静佳。有些当事人问我说，可不可以交代一下你的生辰八字？他想要合一下命盘，然后觉得，我跟你然后再请能不能委任你？我请这个律师跟我合作，他会不会上次派来毁灭我的？哇塞！不合就问，打得很差。对，可是有到10大吗？这个在台湾有没有？美国可能没有啦。这个答案很有创意，但是没有在10大常见的问题。黄丽最后一个。刑事案件最常被问说，我会不会被关？也没有。好，但是你很厉害了，10大你们已经抢了9个了，还有一个是什么？来，还有一个可能跟继承可能比较相关哦，因为这个是讲到说谁可以代表死亡的家属来做这个提起诉讼。碰到不好律师，你会很惨，除了官司打输，他还会跟你借钱。感觉又有一段故事了。接下来我们借壮理医师来举圈或叉啦，来，请出题。律师呢，总是有办理不完的案件，让人头好痛。请问有哪些方法可以舒缓偏头痛？你想，明渊，吃普拉疼之类的止痛药，直接止痛药了。对，对我说。正确。请加2000。沈静佳，
对饱一点。就来，睡饱一定有吗？大谷翔平也是这样子的。你不用看文件吗？啊，看我赶快去睡觉，不要在那边滑手机了。对啊，睡饱一点呐。正确。哎，请加2000。黄丽。全身按摩。正确。有放松心情啊，加2000。洛伊。多喝水。睡觉多喝水都一定对的。对。多喝水对或错？正确。啊，请加2000。那还有一个一定也对。贵字。睡饱一点。刚刚讲睡饱了吗？哎，是不是讲过了？讲过了。你这个行为已经睡过头了。他是睡饱，你睡过头了。睡不饱，睡不饱。啊，还有什么？哎。 吃一些巧克力之类的那种啊，吃巧克力，吃甜点，吃巧克力，甜点，吃一些舒缓头痛的啊，对，吃巧克力啦，甜点这种，对我说。如果巧克力的话是错的哦。巧克力不行吗？黑巧克力不是对人体很好？其实偏头痛有3C 食物千万不要碰，一个就是巧克力、咖啡，一个就是起司，再来是柑橘类的。咖啡适量是 OK 的，对对对。哦，转移注意力，运动，去运动一下。运动，对我说。 确，哎，就看喝水、睡觉、运动，最好。来，请加2000。好的。那就泡热水澡。啊，泡热水澡。泡热水澡对或错？正确。来，请加2000。黄丽。针灸呢？针灸，我们针灸对或错？先给对。可以了，针灸它本来治疗偏头痛暂缓了，加2000。好，回到洛伊。 洛伊，我回答看医生可以吗？一定对。他是医生，不能说不对啊。来，请加2000。朱明远，哎，我吗？是的。好，我觉得转移注意力做别的事，好比说去写歌，把那些诉讼的故事写成歌。哦，暂时离开自己的行业里面，或者弹琴唱歌这样子。对对。来，对或错？ 有舒压的事情都可以，舒压都可以。来，请加2000。冷静一下，静坐冥想。哦，静坐冥想对或错？正确。好，你加2000。黄丽，听音乐呢？听音乐，静坐冥想啊，听音乐对或错？正确。来，你加2000。播完喽。若意，回到你。 我点那个线香，香氛，闻那个很香，让自己全身放松、舒缓。香氛，对香氛这样。香氛不要烧木炭就好了。来，对或错？正确。好的。加2000。洛伊也播完喽。为什么看他的造型点线香这么符合？感觉很宁静哎，很宁静啊。朱明远，明远哥。 我觉得就不理他，继续做。哦，可能会越来越痛哦。来，定家。好，打电话给好朋友聊天，也算舒压的事情。来，加2000。黄丽。户外踏青。户外踏青。户外踏青。好，户外踏青对我错。可以。来，请加2000。大家很会打。还有2位哦，还有2位哦，来。洛伊。谈恋爱。这个是最舒压的吧？结婚了怎么办？结婚了，就找老婆做爱啊！哦，直接讲出来了。啊不，老婆什么原因不是？对，我现在很头痛的找老婆。这是你们的暗示暗号是不是？是不是？你意思是？差不多，差不多。如果是瓜哥的答案是对的，瓜哥的答案是对的。你老婆我头痛来吧。啊，差不多，差不多。头痛很难吧？天哪！啊，头痛很难吧？ 偏头痛啊！大家不用讨论一些有没有办法或者这些细节 ，OK， 男生们 ，OK。因为我偏头痛，所以我在底下讲。来，好的。但问题医生说可以啊。医生说你的答案会分泌催产素。对对嘛，那你可以转移注意力的，或者看 A 片啊，对不对？有加2000。有加2000。最后的答案。哦。 我会滑手机，然后放空这样子。其实最好远离3C 产品。哦，远离3C。黄丽。看拜托 ATN， 看一些优质的节目，看一些综艺节目啦，益智节目。这我如果给你对峙有点
超级不要脸，但是我们就是不要脸，对不对？来对我说，超级不要脸。医生的答案好宽松哦。来加2000。其实医学上头痛有分2种，一种是原发型头痛，一种是续发型。对。那其中偏头痛在原发型的里面，比较会有是脉搏性的跳动啊，会恶心呕吐、怕光怕吵，大部分都是单侧的。那其实有一些食物可以去补充哦，譬如说维生素 B2。然后 Omega-3像鱼油啊、一些坚果等等的，再多一些镁离子也有帮助哦。镁离子，谢谢。来，我们宣布他们的存款。好，目前陆毅12000，桂智4000，明渊8000，靖家12000，黄丽14000。是，接下来进行下一回合，赢者全拿。这次的规则跟上一回合不一样了，香里。好，这一回合呢，同时作答 A、B 2个选项，答对的话呢，累积奖金1个人代表1000元；答错的话，此轮就淘汰喽。那每一轮最后留下的那一位，可以把当时账户里面的钱全部灌给自己。总共进行3轮，最后获胜者进入最终战。好，第一回合第1轮，请出题。如果老婆和外遇对象生了孩子，那在法律上会先认定哪一方才是孩子的生父？ A. 法定配偶老公 B. 外遇对象，请作答。她是我老婆，她呢去跟别人生了小孩 ，OK 呀，那个小孩，我才是她生父嘛？不是，因为一开始婚生推定，也就是在婚姻关系内所生产下来的孩子会被推定是配偶的这个受胎于配偶，这个是一开始的推定。除非说后来能够证明，或许是经过 DNA 的检测，发现说原来是婚外情的对象，那时候就要提起一个所谓的否认子女之诉，必须要把这个受胎的关系呢确认到那个真正的生父身上啊，还是要验 DNA 嘛？可能要验 DNA。谁可以提出？比方说被戴绿帽的老公可以提出，还是外面那个想要小孩子跟生母都可以？那就不用看了，就直接加5000啦。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A 法定的配偶老公。好，来加5000。你别小看这些事情啊，每天都在上演。来，请出题。根据最新台湾法律，下列哪一种违法行为会让犯罪者受到比较重的刑期 ？A. AI 合成性影像 B. 权势性骚扰。请作答。哇，今天大家都好强，这个奖金可能堆到10几万。怎么办？来，谁来讲呢？我忘记具体的刑期了啦。但是 AI 合成性影像这个是最近很红，这个 deepfake 这个话题，它其实对这个被害人的名誉啊、身心的打击，因为被害人他变成很难去澄清。这个 AI 出来的，这不是我，可是人家都觉得哇，这个里面演得很辛辣哦，原来你这么会这样子，对这个被害人其实会造成很多这种身心上的打击。其实不是他拍的，只是弄上他脸在拍的。那性骚扰不是说不严重，也很严重，只是性犯罪有分等级，性骚扰、猥亵，然后性侵害。对，性骚扰在性犯罪的这个等级里面呢，它算是比较前端的。正确答案是。AI 合成性影像。前一阵子不是很久之前有一个人就还用了蔡总统的小玉，有没有？是不是？对，他就是属于这种嘛。对，还被收押。其实有可能就是因为他，所以才立了这个法律。当时没有这个法律。修法2023年。因为他那个案件蛮恶劣，他就是有一个群组，你可以付钱指定要换成谁。对，所以他那个犯罪集团其实就靠这个赚很多钱。很多人就是指定要换他可能身边的女性朋友啊，然后用这样的方式去意淫别人、嘲笑别人。那重点是传播出来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对不对？对，来加5000，一下就1万你问法律的问题不是白送钱吗？问点别的嘛。对嘛。请出题，下面一题。甜点居然也有法律保护，请问哪一种甜点的制作比例需要符合当地国家糕点管理办法？A. 法国马卡龙 B. 德国黑森林蛋糕，请作答。好，有不一样咯，有不一样咯。
洛伊选择的是德国黑森林蛋糕，你一个人选不一样，你请讲。不是，我就觉得大家应该选法国马卡龙，所以我觉得硬要跟大家不一样。哦，对，这2个甜点都很有名啊。王丽，我觉得马卡龙可能比较精致一点，所以可能它在配方上面的要求会比较高。对，正确答案是。第一，德国黑森林蛋糕。黑森林蛋糕呢受到德国的法律保护，因为它是个国宝级的甜点。据说啊，在德国曾经有人去买黑森林蛋糕，因为樱桃太少，我就告那家店。于是呢，德国政府对这个国宝级蛋糕做出了烘焙时候你必须要达到的相关标准，比方说啊，这个蛋糕的鲜奶油部分啊，至少要含有80克以上的樱桃黑森林蛋糕汁才算过关。那如果呢，你甜点师傅没有照这个规定去做的话，有可能要坐牢哦。大家都不用移动哦。这11000只有他答对了，请灌入洛伊的账户。耶，累积真快，厉害厉害。所以你现在是23000了，接下来进入第2轮的，请出题。根据2023年司法与犯罪防治满意度调查，调查中指出，台湾民众对哪部分的满意度更高 ？A. 政府防治诈骗犯罪 ；B. 警察维护治安工作。请作答。对，来静佳，你讲。因为我觉得这个满意度调查有时候可能是有 deepfake 的情况，所以有可能只是政府他知道这个诈骗现在确实是很猖獗，但是为了要能够安抚民心，所以说他还是要做一个调查报告来证明说自己其实政府是有在注重这件事情的，但注重的角度有没有方式有没有对而已。但是你看，其他4位律师觉得，还是警察维护治安工作会让人家比较有感，比较有感，是这个意思吗？黄丽？反而大家都去做诈骗，街头就街头反而闹事就感觉没那么多了。来，那个洛伊呢？没有，所以我之前一直看这个相关的满意度的调查，其实很明显，一直以来人民对于司法一直是不满意的，但对警察一直都是比较满意的。对，所以我猜这题的逻辑也大概是这个样子。正确答案是。第一，警察维护治安的工作。根据中正大学的犯罪研究中心调查其实呢，民众对警察维护治安工作的满意度显著上升，高达83%反映出民众呢对警察在维持治安上面高度肯定。那至于诈骗的满意度呢，对他们防治诈骗满意度下滑到37.6，是10年来的新低。有可能是之前柬埔寨的事情啊，还有近期投资诈骗猖獗，那影响了民众的信心。让我这边休息一下来，请加4000，谢谢。因为这个学生很认真上课，我们不能剥夺他上课的权利嘛。先上完课，他就可以回去做了。请坐。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国民法官法在2024正式上路，请问谁有资格当国民法官 ？A. 65岁的退休阿伯 ；B. 22岁的社会新鲜人。为什么一定要写65岁的退休阿伯吗？你们是超故意的哈！来，请作答。喂，这来65岁不一定退休了。因为这个的解答应该是对于这个年龄的限制了。好像最低年龄应该不好23、24吧？最低年龄是23的。对，没有到22那么低了。但是我很忙，千万不要找我。而且他也还没退休。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65岁的退休阿伯。国民法官的遴选资格呢，要符合以下条件必须年满23岁，而且你要在这个地方法院管辖区域内呢，已经连续居住了4个月以上的中华民国的国民才可以选任有可能当国民法官或是备位的国民法官，但年满70岁以上就没有办法参加遴选了。下面一题，请出题。同志骄傲月有许多游行，展现多元文化。请问，在英国柴契尔时期，同志团体曾支持什么活动 ？A. 解放乳头运动 B. 矿工罢工。请作答。依我的经验，当然要选 A 嘛。对，矿工罢工很简单啊。柴契尔是1984年。到不知道什么，就是那是80对85那个时候其实是非常严格的，对，那个时候是很保守的啦。然后柴契尔又是保守党嘛，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就是说，其实如果真的要激烈的来反对，或者是来表达立场的话，应该会用更激烈的方式。所以我很直觉的是解放乳头运动。对啊，矿工那种矿工罢工，我没把握了。对不对，黄丽？可能是觉得解放乳头是近几年大家越来越开放啦，不知道说10-20年前大家还敢不敢？那个时候，现在当然一定是选 A 啦。现在的话，可是你选 B 啊。所以我说那个时候，我觉得可能还没那么开放。正确答案是 B， 矿工罢工。其实这个时期呢，是1984到1985年柴契尔夫人主政的时期哦。那个时候，全国的矿工呢发起罢工，长达1年。那大家都知道她是铁娘子嘛，她直接斩断了全国矿工工会的资金。那伦敦同志大游行当中呢，开始有人以 LGBT 支持矿工这样的形式为这些矿工来募款。那虽然罢工最后失败收场了，但当年呢有获得援助的英国矿工团体啊，非常的感念。那从此之后，他们也开始为同志平权发声，变成2个相对弱势团体支持彼此。这其实那个 Netflix 之前有一个影集叫《王冠》，它里面其实就有特别提到，在柴契尔夫人的这个主政时间，这个矿业一直在罢工这件事情。来，苏明渊请坐，请加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古代的科举制度中，第3名称为探花。请问，在唐朝，探花原本是指什么人 ？A. 年纪最小的进士 ；B. 出身穷寒的进士。请作答。通通写年纪最小，进士通常都不是很有钱，读书的其实很多，对，所以就是会求取功名嘛，对，才会挖人家墙壁凿光嘛，凿壁借光，就是现在偷电偷水了。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年纪最小的进士。在唐朝的时候呢，新科进士的放榜在每年的春季，这个时候呢，正是京城杏花盛开的季节啦。那这些进士呢，为了尽情庆贺啊，恭贺自己就是已经中举了，会举行一场园游会的概念。那这个园游会称为杏园宴。那唐朝时呢，会挑选2位年少英俊的进士为探花。那他们要做什么呢？他们就到各园啊采花来迎接状元。那这2个被称为探花郎，也就是说，唐朝的探花只表示进士中年龄最小的2个人，跟名次没有关系哦。一直到北宋晚期，第3名进士才敢称为探花。所以以前探花可比较容易啦，后来改到第3名就比较难一点，对不对？来加3000。这组很厉害，厉害。下面一题，请出题。一个美好的婚姻要双方一起来维持。根据统计，台湾人认为良好婚姻要件最主要是遵守哪个原则 ？A. 性关系的美满 ；B. 彼此承诺与忠诚。请作答。性关系的美满呢？慧芝很诚实。对，你说。因为他的题目是统计嘛，对啊，那这个统计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能说实话，就是一个好的婚姻，我觉得性关系如果没有美满的话，本来就很容易吵架。那这个承诺忠诚，这个本来大家都知道，重要啊。可是大家都知道，这东西通常就是讲而已嘛，对啊，不然我们律师怎么会有案子做？但我会觉得他是问台湾人统计，所以我心中答案是 A， 但他又说台湾人认为，我就觉得大家都很假掰，应该选 B。就是事实可能不是这样，但民调出来可能是这样，对，是这个意思吗？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彼此承诺与忠诚，各位。对，你就是要跟他挑战。对，根据这个全球调查指出呢，受访民众认为彼此忠诚是维持好婚姻的第一要件。台湾人认为承诺超重要，不应该有小三啊。第2名是经济要稳定，第3名是要共同分担家务。那性关系美满呢，在第5名。但很有趣的，在美国呢，同样的调查，性生活美满呢是第2名。美国人比较诚实，美国人比较好，对，这跟我经验不符。然后并存当然是最好的，对对，性生活又美满又有承诺，这样当然最好。都常常讲，你要嫁一个老公又要帅
又不偷吃，又会赚钱给你，还有啊，又要性能力，你有性能力很强哦，对，合适这样。对啊，那他怎么会看上你呢？提问难，来，请休息，休息一下。加2000，16000，还继续这一组。下面一题，请出题。令人喷饭，只看到好笑的事情，嘴里的饭都喷出来。请问，喷饭这个说法最早出自于谁 ？A. 苏轼 B. 唐伯虎。请作答。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苏轼。吃饭的时候呢，笑着把嘴里的饭都喷了出来。这句话出自于苏轼，他曾经写过一段诗哦，中间有一段说：“余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然后他跟老婆一起在那边玩游山谷中，烧笋晚时就煮的笋子当做晚餐。发寒得诗，打开一封信，看里面的诗，失笑。喷饭满案，就是笑出来，饭喷的满桌子，形容事情非常的可笑。18000，哇！这是第一题同分吗？对，第一题三题都同分，要奖金均分哦哈。第2题，请出题。间歇性冷漠是指暂时漠视他人的需求，偶尔这么做会让自己有什么好处 ？A. 避免心理压力 B. 提升思考专注。请作答。两个人都选避免心理压力了。黄丽，有时候自己也会想要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觉得说哇，到处 social 很累啊什么的，所以会想要躲起来休息一下，然后再出来跟大家聊聊天。爱人哦，对，所以就选 A。正确答案是。A 避免心理的压力，所谓的间歇性冷漠呢，是指暂时抽离，不要那么 care 别人的感受或是别人的需求，然后才慢慢自己回到正常的状态。其实呢，专家认为这样的做法其实是保护自己哦，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天生敏感、心思细腻的人，把别人放在第一位的时候，有时候会伤害到自己，所以这个为自己建立起一个内心的防御机制，有的时候反而是对焦虑还有对一些忧郁来说是有正向的影响哦。是的，来加2000。到达2万啦！下面一题，请出题。日本人吃饭前会说“いただきます”，其实不是我要开动了。请问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A. 谢谢你的奉献 B. 开启美好的一天。请作答。你选择的是谢谢你的奉献，谁的奉献？感觉日本人很会感谢别人，所以感谢是不是种稻的人啦，然后准备这些餐点的人，我猜的。说谢谢你的，对，谢谢你的付出，让我有这一餐这样子。若意，我真的是用猜的，因为我就觉得，当然日本人就很喜欢讲谢谢，所以我觉得答案应该偏向 A， 但是我会觉得他说我要开动了，感觉就是他是另外一个逻辑，所以我就猜 B 这样。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谢谢你的奉献。这句话呢，本身其实没有用餐的意思哦，它原本的意思是指收下得到某样东西，那是动词收下得到的敬语。而且这句话其实的意思是在对食物说：“我要收下你的生命了，谢谢你的奉献。”对，所以他是他是不是谢谢种稻？对，是谢谢那个食物让我饱。いただきます。我要吃你啦！对，2万1灌入黄丽的账户。哇，黄丽一下子各位请回来，各位请回来。你现在是3万5哦，只是进行到第2轮，目前奖金暂时领先。接下来进行最后一轮第3轮，请出题。根据现行台湾法律，若夫妻没有决定孩子要跟谁姓，就会用什么方式决定孩子的姓氏 ？A. 猜拳 B. 抽签。请作答。猜拳太扯了吧？什么拳都还不知道嘞。法院好像就是用抽签。抽签啊，不是猜拳。对。好，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抽签。根据户籍法最新修正，姓氏该怎么用？如果爸爸妈妈呢，对于说要跟什么姓没有太明确的约定的话呢，可以直接申请人呢到户政事务所，在户政事务所公证底下抽签决定。大家可能以为真的会有人这么做吗？其实近10年来，国内总共有2239对的父母用这个方法来决定自己的孩子到底是要跟爸姓还是跟妈姓。那是孩子决定，对不对？孩子想要这样。
不然一般结婚都是要跟父亲。孩子刚出生，他没有意识能力嘛，没有辨别能力，所以是父母决定。但是没有共识的情况下，可能就要用这种方式。但是有共识，当然就按照共识。但是我们台湾就是父权社会了。可是可能我是老一辈的，对，会比较像要重复性。都是跟父亲啊，要不然你入罪嘛。不一样，因为现在讲究男女平权嘛，所以就没有还可以这样，没有就没有男生必然优先。如果我讲说我家都没有，就是男生，我们家这个姓会断，我想要我小孩用我的，然后你又说你想要小孩用你的，那我们就去户政事务所。那你谈恋爱就可以讲说哦，我家里面你要跟你结婚了，小孩都要姓我的，要先讲好了。也可以啊，所以如果说讲好就没问题。但如果都先讲好的话，婚姻比较美满。哦，现在已经变这么自由了，我都不知道。而且还可以抽签嘞，下一步就是猜拳。哇，太久没结婚了，不知道。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以前都是父权至上啊，对不对？男生赚钱养家都要从父姓啊，除非你是入赘嫁到有钱人家嘛，对不对？好，加5000。下面一题，请出题目。每件作品都有版权期限，请问哪个知名卡通角色从2024年开始可各自改编成电影或戏剧 ？A. Hello Kitty。B. 小熊维尼，请作答。有分哦。明渊选择 A， 一直在笑。我是猜的，因为小熊维尼的历史应该比 Hello Kitty 久一点了，应该老早就已经有这样的一个约定，或者是有这样的一个通过的可能性了。Hello Kitty 应该比较后面嘛，是不是？我觉得小熊维尼是因为我记得前一阵子就有这个恶搞小熊维尼的电影，好像就是跟这个著作权进入到公共领域有关。我印象中这个新闻，但没有人想。正确答案是第一，小熊维尼。小熊维尼呢，已经在全球带来803亿美元的收入哦，包括玩具啊、唱片、广播、动画这些作品。虽然呢，目前小熊维尼的版权已经开放给大众，但是它的商标权还是在迪士尼的手中，所以呢，要避免侵权的疑虑的话，可能会被迪士尼告哦。原则上，只要在使用小熊维尼图像的时候呢，不要把它当做品牌标志来使用，就没有商标侵权的问题啦。好，了解。来，请坐2位，加3000。8000了，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在湖边散步，常看到母鸭带小鸭们出游。请问，为什么小鸭们总是排成一排跟在母鸭后方 ？A. 不容易迷路 ；B. 比较省力。请作答。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B， 比较省力。我们想想看，母鸭在水中游的时候呢，后方会有一些水波，就像一艘船行驶的时候，后方会出现的尾波。那小鸭子呢，借由已经处在水波的正确位置上，就有机会获得向前的推力，可以大幅减少跟上妈妈需要耗费的能量。请加3000，加下去，11000了。下面一题，请出题。谚语“书中自有黄金屋”表示只要书读得好，富贵利禄自然到来。请问这句话是谁说的 ？A. 宋朝皇帝 B. 唐朝宰相。请作答。真的难这题。好，若毅，你选择唐朝宰相，如果你赢了，这奖金就是你的。就是宰相通常都是这个政治局势里面下最聪明的人，对，感觉这种话应该是会宰相讲出来的。对，皇上应该不会这样讲，对不对？因为他本来就有，他全天下都是他的，他有什么？但是皇上要号召天下能念书来考试啊，对，你考上的话就是钱很多。正确答案是宋朝皇帝。其实宋朝的科举制度呢是公开招考，不再是只有你家世好才可以参加哦。以前是达官显贵的。对，然后加上朝廷那个时候重文轻武，于是呢读书人透过科举晋升官场，报效国家。那宋真宗的力学篇里面就把这种你如果考上举人之后啊，你的尊贵的生活，包括你可以衣食无忧啊，然后大宅美人呐，然后还会有一堆随从啊，直接把他入股的书中自有黄金屋这样写出来，就是要鼓励更多人好好读书来考官呐。来，请休息，加2000。好，13000。下面一题，请出题。台
台湾人常放绿色乖乖在机器上，祈求顺利。请问，乖乖公司一开始是做什么产品的公司 ？A. 饮料 B. 药品。请作答。全部是做药品。药品。猜也不会猜那么快吧？你们？对啊。是猜的，是猜的。我把它联想到那个可口可乐的感觉。他以前是做咳嗽药的。对。哦，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B 药品。其实乖乖呢是由创办人跟儿子在1968年成立的，当时的本业呢是医药的进口跟医药的制造，但是团队淡季的时候也要经营啊，所以他们怎么办呢？开始生产零食跟糖果，而且乖乖名字很可爱哦，因为中文嘛都乖乖的，所以呢开始各行各业都会把乖乖放在机器上面，确保机器可以乖乖。来，请加2000。下面一题请出题。日本护照被称为全世界最好用的护照，但全国只有不到1/4的人有护照。请问原因是什么 ？A. 觉得出国负担大 B. 人民比较爱国旅。请作答。有分胜负了。是的。贵志是认为说，出国负担大，因为日币最近汇率比较差。就相对出国就贵，我直觉是这个。您觉得是国旅比较好？对，因为好像日本，我在国外接触到日本，他们都很爱国，然后都觉得自己的东西很好，他们自己也蛮好玩的啦。对，也够大啊。对，来，请公布正确解答。正确答案是 A， 觉得出国负担大。其实呢，有移民顾问公司研究发现啊，日本的护照是超级好用、最强大的护照，但是全国只有不到1/4人有护照。大部分呢是因为日本人觉得要前往遥远的外国旅行这件事情，并不感到兴奋，因为呢他们本身的经济负担不起。除了日元严重的贬值之外呢，就会变成说他们想一到国外要花这么多钱，倒不如别出去了吧。于是连护照都没申请。16000。来，请进入我们贵志的账户，乡里来宣布他们的奖金。好的，最后洛邑23000，贵志2万，明渊8000，晋江12000，黄历35000。恭喜黄历成为最终获胜者，进入最终战 Battle ATM。黄历果然今天是先的黄历来的，是的，好日子。还有35000啊！来，请拿起来，请插入我们金融卡，请插进去。金库请打开。今天奖金35000，但是先经过我们密码提示。是的，2个密码，分别是总笔画37画的律师合伙人，或是总笔画47画的进法院争家产。律师合伙人应该是如虎添翼。对不对？1+1大于2嘛。不会同流合污吗？也有可能，外面人可能是狼狈为奸。对，越讲越多，越讲越难。对，就是和，这类似像这个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对。进法院争家产，哇，天翻地覆家丑外扬。哦，对不对？对呀。类似像这种成语，你要选择哪一个？一个47画，一个37画。进法院争家产。来，进法院争家产，请锁定。律师合伙人，你没有选，来，我们看看是哪4个字，请看。这是什么东西？沆瀣一气啊！那个字念瀣啊？对，沆瀣一气。沆瀣一气什么意思？就是同流合污啦。同流合污啦。沆跟瀣狼狈为奸。还好你们选这个，刚刚瀣这个我真的不行。好，恭喜你已经躲过一劫了。真的，47画是什么呢？待会你拿起笔。题目一出，总共有1分钟的时间，你要先记住那个程式，先消除写字，再写密码，好不好？请出题。兄弟阋墙。这简单了，计时1分钟开始。清楚。因为兄弟争家产嘛。对。笔画。好。这常有的事，大家族里面常常财产分不清楚。大家都在看对吗？清楚。因为你娶的可能有大老婆、2老婆、3老婆嘛。然后每一个都还有。对啊，那有小孩就有
开始可以争啊。哦。好，先写。好，强，清楚。哇，这光细想这2个字也整死了。真的难写。好，用按的。是，赶快现在确定。用了几秒？48秒，也剩下你还有12秒了。如果你答错的话，还有12秒可以改。是，我觉得那个戏蛮危险的。是这个是台阶的阶，还是一个省力的省，对还是一个密码是05070915。对或错？错。你还有12秒可以改了，计时开始。哇，改一下它。记。从脑中一片空白。对。写不出来。来，随便先填吧，填个密码。好。这个戏太难写了，真的很难写。我也忘记它长什么样子了。看到它就会认得出来了。哎，你先讲密码。好，05070515。对我说。好，请公布正确解答。看儿子们，一个斗一个儿啊。对，儿子们的斗。好，谢谢。我们请关闭金库说拜拜。谢谢，拜拜。他今天都不好哎，那个都不好写啊，真的都不好写。啊，这个2句成语其实也并不难的，但是字真的蛮难。超难写。你那个沆瀣一气，那光写那个2个字，对不对？砌墙这2个字，真的难写耶。真的，但是大家觉得律师要写状书嘛？对啊，那怎么办？都打字啊，打字会智慧选字啊。所以你现在写难哦。戏不会写，就打西它就跳出来。哦，就跳出来。所以他成语会用，但是不知道怎么。对。就很多人会 conversation 的英文写不出来。或是要拼字，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过谢谢各位律师，今天呢也让我们观众学到很多的法律常识。还是要告诉大家，法律不是开玩笑，有什么事情请教专业，否则你会吃亏的啊。哎，晚上8点锁定，拜托 ATM。把智慧变现，谢谢你们，谢谢你。Battle ATM, who dares to battle？ 哦，拜托 ATM， 谁敢来 battle？ 订阅拜托 ATM 的 YouTube 频道，等你来 battle。